我是赵少康，欢迎你来到 TVBS 少康战情室。在我们现场特别来宾，严卫慈议员、林国成委员、尹乃菁小姐、柯志恩委员、罗志强委员、陈伟杰议员。哇，伊朗啊，这边打好像还没要停的样子啊，都以为战争哦，打就要停。其实包括以哈搞到现在都多久了，还这边打。俄乌这三年多了啊，所以一旦开始以后要停，真的很麻烦，很不容易。那么美军把航空母舰都派来了，哦，那所以呢，这个川普一直讲说，伊朗要完全废核，哦，要伊朗为核低头，哦，那另外呢，主要因为伊朗那个浓缩铀提炼纯铀的这个设备在深山的地下80到90公尺，很深，哦，所以呢，以色列到现在还没有炸弹能够毁灭它。美国有，B2 轰炸机带的这种炸弹可以钻地哈，而且美国已经试验过很多次了，演习过很多次了，发觉一颗是不够的，要好几颗一起炸就把它炸掉，所以只有美国有。那现在美国会不会出手？这很重要。虽然以色列也说，哎，我们除了这个轰炸，我们还有其他方法，但是呢，这个轰炸，而且美国针对伊朗的核设施就发展这样的飞弹，而且演习很多次哈，所以呢，美国被伊朗你非要把这个核武放弃不可哦。那另外呢，这个川普而且说你要 unconditional surrender， 无条件的投降，没有什么条件，不要跟我谈条件，没条件投降哦。那范斯暗示美国可能采取军事行动，而且川普说呢，我的耐心耗尽了。这好奇，美国有什么耐心呢？川普在第一任把那个核协议取消了。2015年，这中国搞了6个国家来大家签，川普一来就把它取消了。拜登想要恢复，搞了半天也没恢复。川普来了，现在要重新恢复，还没谈呢，那是第6轮呢，前面谈了5轮。如果你今天谈的结果说他都反对我，那我可以是耐心耗尽，谈都没谈，你什么耐心耗尽呢？而且不是你打人呢，是以色列去打人家哎，你现在打人家。你本来要跟我谈，那你也没谈，你说我的耐心已经耗尽了，那这叫做欲打之罪，何患无辞啊？就是要打嘛，哦，所以呢，绝对不会宽恕犹太复国主义者之伊朗讲的，哦，就是你们以色列复国这些犹太复国主义者呢，所以呢，伊朗最高哈美尼说呢，战斗开始了，哦，那专家是说了哦，川普一直在放话，到时候呢，伊朗发觉不对劲，好不好？先动手就很麻烦哈。那伊朗说，他用飞弹呢攻击了以色列情报机构，摩萨的大楼起火，他把也不知道真的假的。现在各方都吹牛自己赢，那时候印巴战争也是，印度都说他自己打赢了啊。那伊朗官员他们发射叫法塔极音速飞弹，说呢突破了以色列像神话般的铁穹防空系统，说呢这个很厉害，射程1400公里。固体燃料13到15马赫的这个速度然后呢，在大气层接近那个地方所以你不容易来侦测那以色列警告伊朗说，明天就有惊喜。我除了炸死你一堆科学家最高层，明天有惊喜那说比你们真主党的呼叫器爆炸更可怕你不知道我会用什么手段。伊朗现在很紧张，所以呢，官员不可以用手机了，因为怕手机爆炸，而且呢。WhatsApp 这是美国的这个网站WhatsApp 删掉 ，WhatsApp 不能用怕这边透露出行踪那时候3个老男人决定了这个世界的命运了。这个纳坦雅胡、哈米尼已经86岁了，川普这3个人在那边这个主导了全世界的局势。我们看一下，以伊冲突越演越烈，美国看不下去了。The U.S. is already building up its military presence in the region. Dozens of aerial refueling tankers have moved into the region to assist Israeli fighter jets. 美军扩大中东地区周边战机部署，包括 F-16、F-22和 F-35等型号的战斗机，还有航空母舰尼米兹号。虽然五角大厦说这些军事部署都是防御性质，但这样的调动，一方面是对伊朗施压，另一方面也是让美国在必要的时候可以更快速的加入以色列行动。美军不冲第一线，而是在背后帮忙加油，无疑是让以色列占上风。There are 2 destroyers, my understanding, within range to be able to support Israel right now.
Of course, we also got 46,000 troops scattered on 9 different installations all over the Middle East. 伊朗势力减弱，中国与俄罗斯正在失去共同抗美的重要伙伴，但却没人伸出援手。专家分析，一方面是中俄都不乐见伊朗加速研发核武，普京也优先将火力瞄准乌克兰。尽管没有后援，伊朗最高领导人哈米尼仍发文怒呛以色列绝不会手下留情，会给予最强烈的回击。伊朗革命卫队也在新一波空袭中动用先进的法塔级音速飞弹，宣称突破以色列神话般的防空系统。美国调兵参议咖在国会引起反弹声浪，就怕川普公卿辨事主卷入中东战局。好，那么俄罗斯跟这个中国的态度如何？习近平说深感忧虑，呼吁降温，但是好像也就是这样。普丁说不准备谴责以色列，也不提供给伊朗军援，为什么？他们不希望看到伊朗有核弹嘛。我有核弹以后，你们最好都不要有，对不对？你都没有，我有，我的影响力才大嘛。你有了，你就不听我的了。所以呢，最好你不要有核弹，我其他帮忙可以，但你不要发展核弹。其实大家都这种态度。中东其他的阿拉伯国家也是一样的态度，所以呢，他就看伊朗自己那边这个对抗。伊朗在中东的回教国家算是强的，但是跟以色列比还是不行的。来，所以说呢，核弹是非常重要，但是呢，伊朗绝对不会放弃。为什么？大家看看格达费当初就是放弃的这个核弹的这个部分，结果被美国给背叛。所以这个部分完全是历历在所有中东人的这个眼前，而且你看目前为止，你说这个伊朗怎么可能放弃？放弃之后就没有任何的一个条件了。所以说，虽然这个川普他是从 G7 马上赶回去美国来去作证，他也希望透过这样一个国际会议当中呢，能够让这两强可以透过外交的方法来达到一个和解。可是这两个，就像刚刚所提到的，这除了 Trump 这个老男人之外的另外2个老男人，都是属于鹰派。而且你不要忘记哦，在这个德黑兰里面，这个伊斯兰派里面，他们还有什叶派跟逊尼派，他们也是可以利用这个机会，彼此之间呢也要争取他们最大的一个利益。所以说，伊朗拥有核武，而且他们有2大派别里面呢，也在做他们自己可能利用这次的机会里面，看谁能够变成最大的一个赢家。然后呢，纳坦雅胡，你看以他的过去的这个整个的形式的一个风格，所以这2派他们不可能在这个时候呢，为了一个老男人的面孔。或是为了任何的事情都不可能去妥协的。但是呢，大家也很清楚知道 ，Trump 是非常支持以色列的，所以他们彼此之间，美国跟伊朗没有任何的所谓的信任的一个基础。所以大家就说，如果 Trump 没有办法说服纳坦雅胡，能够对于他们这个采取一个比较和缓的态度，起码你要保证德黑兰一些所谓的领袖人物的一些安危。你说这一场怎么可能？那只要这2国发生了一个不可收拾的一个战争，整个阿拉伯地区当然也会受到影响，外围地区也受到影响。我倒反而觉得，我们台湾目前为止对这件事情，当全世界每一个人的焦点都在看看彼此之间的进展到什么地方，我们台湾好像除了这个节目比较关切中东问题之外，每个人都好像是歌舞升平。大家要知道，这东西只要一爆发，它所造成的一个整个的影响，连带周围包括欧美、包括盟军、包括谁要能够介入这样的一个范围当中，这是对全世界来说造成极度大的一个影响。但很显然，我们现在目前为止都还是没有看到，所以我们只能希望这3位男人当中呢，真的可以拿出一个具体的一个措施，不要只告诉大家说我限你什么时候停火，我限你什么时候。人在一个以面子之争，不是以人民百姓为之争的时候，这个时候谁能够跟到最后，我觉得那个才是这3位领袖人物他们真的想要证明的，而这才是人民最大的一个苦难。基本上，川普是非常支持以色列的。他在第一任的时候呢，以前美国总统都不敢把大使馆迁到耶路撒冷，川普敢，我就迁了。为什么？因为耶路撒冷那边是大家这边争啊。我到以色列到耶路撒冷要进去的时候，车底下都要侦测有没有炸弹在那个车底下什么，那里面是非常紧张的。所以大家都避开这个纷争，川普就放进去了。第一任就这样啊，所以川普是非常非常非常支持以色列的。所以川普来讲，我的朋友干什么都可以。从这边就看得出来就是这样，好不好？现在各国要撤侨怎么撤？我们看一下。
随着以色列和伊朗冲突升温，双方陆续关闭机场和领空，来不及第一波撤离的外国公民只好走陆路或海路逃离战火。外媒法新社报道，从冲突爆发第一天开始，至少600名外籍人士经由亚塞拜然避险逃命。台湾也有撤侨计划，外交部17号回应，已经协助16名台籍人士撤离以色列，另外还有280人已在当地定居，暂时没有离境规划。至于在伊朗的9名国人，外交部正在积极与他们联系。大陆政府也同样紧急撤侨，同时呼吁不要再前往以色列和伊朗。以色列发动对伊朗军事行动，造成中东地区紧张局势骤然加剧，中方对此深感担忧。习近平喊话各国应该推动中东冲突尽快降温，毕竟以色列和伊朗战火升级，全球都遭殃。美股17号3大指数收跌，其中道琼下挫超过299点。 And if things between Iran and Israel continue to escalate, some economists suggest prices could surge to $100 a barrel for oil, and then we're talking about inflation. 国际油价17号收盘大涨超过4%，每桶74.84美元。外媒 CNN 分析，如果邻国伊朗下令封锁，将严重影响油价，造成经济衰退。德黑兰逃车，加油要加好几次，因为一次只给你加一点点，要来回排好几次才能加满，然后开始逃啊。原来5分钟，现在开2小时，就是都挤，大家都想跑啊。那美国几百人也搭邮轮撤出以色列哈，所以呢也看得出来呢，这个大家也急啊，不想留在战地，而且川普已经要求了，德黑兰人都撤走，德黑兰怎么撤啊？伊朗守住德黑兰1000万人口，你告诉我1000万人怎么撤？如何撤？但是呢，意思就是说可能会发生战争了。来，志强。事实上哈，这个世界上5大永和国嘛，就是一般认为说在那个核扩散条约承认的合法永和国啊，就是中美英法俄嘛哈。但是呢，其他实际拥有核弹的国家还有印度、巴基斯坦、以色列、北韩哈。那伊朗是被认为哈有潜在实力，可能哈未来会拥有核子武器啦哈。所以那这场战争在打的话，第一个背景就是说，刚刚其实赵大哥讲了嘛，就是说如果让它变成是，你看像举个例子，像北韩就很难处理啦。北韩现在其实也蛮得意的，为什么？因为北韩我爱怎么叫嚣怎么叫嚣啊，我也知道你不敢动我嘛。你动我，因为我已经有核子武器，我可以威吓，好，所以可以就产生和平衡的一个问题。那当然，对周边，尤其像有宗教冲突的以色列跟伊朗来讲，以色列想要去让伊朗在还没有确定拥有核武之前，把它的核能力把它铲除掉，这是以色列他想要的东西。但是问题是哈，过去这么长的一段时间，这么多年来哈，以色列都有这个动机跟这个企图想做这个事情。可是他后面有个人管住他，不让他做这个事嘛。其实美国管住他，不让他做这个事啊。那现在是什么状况？现在很显然，美国就没打算管住他。美国当然没开绿灯啦，表面上好像也没有说支持，但美国开的叫黄灯嘛。黄灯意思是什么？我今天就看你去打嘛，打完怎么样？打完基本上我也没有去阻止以色列继续打啊。那我一直还呼吁你要无条件投降，那我也甚至跟你讲，我不排除也要跳进去的时候，所以说实在，现在我觉得伊朗在局势上坦白讲是比较孤立啊。为什么？因为其他的国家基本上也是做壁上观嘛。你说其他像俄国跟中国，他们拥有核子武器，他可能心里也在想，我再多一个永和国家，对我们这些人来讲，其实是一个麻烦。那你对其他中东其他的那个伊斯兰教的国家，基本上本来彼此之间就很多的矛盾跟不和，所以也一样做壁上观。那但是即便是如此，战争真的开打，伊朗也不至于说完全没反击能力是0啦。所以短时间当中，事实上一定会产生人民很大巨大的伤亡。其实不只是德黑兰要付出很大的伤亡代价，以色列也同样是。但是这战争会撑多久，其实完全是看美国在背后他打算力气要出到什么程度。好吧，反正哦，它会影响，就这个可能会影响到台湾的天然气啊等等啊，油的价钱啊等等，都有可能影响到了。好，我们休息一下再回来。好，大陆第一艘弹射航空母舰叫福建号哦，航空母舰的哈。那为什么叫弹射呢？一般呢，其实这不是弹射的
它是用弹射的因为这航空母舰要起飞就不容易，就是你看那个舰尾都翘起来，增加空气的浮力那它也许年内就可以服役了，而且要搭歼35的战机，是老共的这个最先进的隐形战机了福建下水3周年当天特别制造专题就做好一个舰，还要在各种演练各种调整的，还要花蛮多时间的所以呢，上次你记得吗？就2艘战舰在第2岛链以东8天内有550次，关岛附近有550次舰载机起降，因为舰载机起降也要演训的那辽宁舰山东舰之前，那现在新的叫做这个福建舰那另外呢，所以这个3种这个歼10、歼20、歼35A在巴黎的航空展都亮相了。那大家当然比较瞩目是歼35A，这以前可能对外面没有展览过好像也不怕你给你看这一方面呢也是表示示威，表示我有这个东西那一方面可能也看你要不要买啦，其他国家谁要买谁不买那另外呢，这个歼10，因为像在这个印巴战争的时候呢，歼10打掉法国的标风，也出了一个风头。其实，在老共的飞机里面，这已经这个算是落伍了那另外呢，这个福建号即将成军，所以央视报道说，中共要迎接3个航母的时代福建今年会加入战斗序列。可是你有1就有2，有2就有3了就像我们做这个潜水艇这个海鲲不会只有1架嘛，后面还有7艘，所以它呢有3航母，将来可能有4航母、5航母都会出来了那另外呢是我刚刚讲海鲲，昨天呢第一次海测，不过昨天海测是不潜的只在水面上其实这只是看那个动力怎样因为水面上每个船哪个船不会在水面上走呢船都要在水面上走但是呢下阶段潜航还分成潜深潜，那就比较重要所以呢，这个接着有潜水潜航、深水潜航，还有武器的试验各种，我们看一下。中国大陆自主设计建造的第1艘弹射型航空母舰福建舰下水3周年，厦门大学的军事专家曾警告，台湾除了要担心未来辽宁舰、山东舰、福建舰进入3航母时代外，福建舰电磁弹射的高效出动能力，短时间可投送更多隐形战机歼35和预警机，恐将直接压缩台军的预警时间。大陆央视在福建舰下水3周年当天特别制作专题，介绍福建舰可搭配的舰载机，包括战斗机、预警机、反潜机和无人机。另外，还邀请评论员分析，采用电磁弹射，代表昼夜起降的飞机数量大幅上升，能大大强化制空权、制海权。中国大陆大秀军事肌肉，今年巴黎航展旗下明星战机歼35A 也首度在海外亮相。歼35A 模型呢，此次是海外首展，其引申的气动布局、多任务作战能力成为焦点。今年巴黎航展中国展区规模扩大，另外还有歼20、运20、翼龙系列无人机，以及印巴空战中一战成名的歼10C1和霹雳15E空对空飞弹，精锐进出，要抢失欧美独大的军武订单。那进，这真的是那个歼10C1就大陆的这些战机还有这个中国战术在巴基斯坦跟对战印度的时候一战成名这个使得呢中国大陆呢就是开始呢有自信的并且呢就往外推展它的这个武器外交，现在变成一环了但是呢，他在推展他的这个武器外交的同时之间，他也非常注意他跟印度之间的关系因为这一次呢，巴基斯坦呢是用了中国的这个战机把印度打得落花流水然后印度呢还这个吃不下这个，就觉得这个面子上挂不住，还要到处去推销说，我们这场战其实是我们赢了但中国呢也非常注意他跟印度之间的关系所以呢，最近呢跟印度方面呢还达成了若干的这些的协议去降温。可是呢，在这个西方的武器市场里面呢，你看他今天呢可以把这个歼35A，反正我就大方的把这些通通展示在这个面前在西方国家里面。就美国的武器系统当然是主流然后法国的这个武器系统也是一个主流，只是很糗，他这次这个标风战机被打得落花流水但
但是在这种情况下，还是有很多周边的地方哈，比如说阿拉伯国家啦、土耳其啦，哈，然后还有像什么匈牙利啊这些比较亲近跟这个中国的，它还是有一块的市场可以去开拓啊。中国自己的航空展的时候啊，它的航空展。它的无人机、有人机各方面的订单，这阿拉伯这个世界的国家来这边下的都是大单呢，超大单哈。那就回到说台湾的这个部分，它现在哈，它这个在巴黎航展中国展出的是歼35A， 它的歼36。好，它的歼36的这个照片呢，就成都他们发展的这个歼36也已经曝光了。可是美国到现在，啊，这第6代的最新的第6代战机，这个美国到现在还在研究要去发展它的第6代战机，都还不知道在哪里呢，哈。所以这个是两边的这个强弱。然后讲到说这个福建舰这个3舰呢，他们要同时去服役啊。他真的说实在的啦，哈，真的对准的其实是美国啦，哈，他就是展现他在这个区域的范围之内，就是台海的这个区域范围内，台海、东海、南海，在这个区域范围内呢，你一旦呢两岸之间有战事的话，你美国呢，就是我谅你美国，你不敢投射任何的军力到这个地方来。真的是你不可能的啦，你不可能投射任何的军力到这个地方，而且呢，中国大陆呢也不会发了疯说先去打什么美国驻冲绳的基地啊或什么，他只是要展现出一个态势，那个态势就是你今天呢，不管你川普呢，你打了什么样的算盘，希望能够结束中东的战事，结束俄乌的战事，把焦点呢转移到印太这边来，要吓阻。但是你再怎么吓阻，你都吓阻不了中国大陆在这个地方拥有的地缘上面的优势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对我们来讲的话呢，我们前一阵子不是有那个总长级兵推嘛，哈，就总长级的那个兵推呢，其实我觉得总长们是用心良苦了哈。他今天设计什么啊？先去攻东沙啊，去占什么金马哈，他的这些的策略呢，他其实都是要为台湾保留一线和谈的生机，好，就是我用攻的这个岛来逼你谈判。好，就是不要搞到呢全面入侵，而事实上呢，这些总长们呢素养都非常的好，然后呢担任这个红军的这些的这个总长将领们，过去就是我们汉光兵推的蓝军呐，好，然后尹喜明参谋总长，他就是主张李喜明，他就是不对称战争啊，他们怎么会不知道说现在就两岸的这个军力来比较的话？大陆不会这样打的，大陆不可能这样子打的，他们只是要用这样子的一个兵推来告诉我们，今天呢，两岸要解决有关于军事危机升高，只有谈判，哈，否则的话，大陆何必这样打？他只要这一开始的时候，他去瘫痪，他去入侵我们的网站，他以前也入侵过啊，这次还是可以再入侵啊。我们的国防部、总统府各方面的网站呢，通通都被瘫痪了。然后我们的电视的这个系统，这次我们不是在以色列跟伊朗的战争里面就看到，就是说以色列把那个伊朗电视台给砸了吗？然后那个主播不是慌乱的出逃，就大陆它可以先去侵入我们的所有的这些的系统，害掉以后呢，去瘫痪我们的电路系统。那就是来逼你谈判嘛。不，基本上是这样的，美国在全世界是最强的了。但是呢，老共的做法就是他有局部优势了，就强龙不压地头蛇，就这一块你少来，你在这块来我一定打得你落花流水，你在其他地方去称霸你去好了，但这一块我有我的局部优势，其实就这样子啊。来，郭正勇，我觉得中共高调啊，去秀肌肉啊，在做一些武器的展示啊。说实在的，他有2个目的嘛。第一个，向全世界告诉人家我的经历啊是非常强的。第二个，我们台湾也要有一个自解，他是有能力攻打台湾的。其目的就是这2个：一，向世界各国宣布我大陆是有这种能力；二，我是有能力攻打台湾的。这个特别我们的政府，我们大家可以看啊，对岸你看看。它的第6代战机都已经开始在飞嘞，美国你还在研究，
但是你可以战机还没飞啦，对，他已经研究差不多成功了。那另外包括福建舰啊、四川舰，人家他做的是高超音的飞机，然后2栖作战部队，它都是非常先进的。还有它的这些这个舰艇，它是高远距离的发射，跟以前完全是不一样。所以这就是摆明去做一个展示的宣示。但是我是觉得这样了哈，我们台湾现在要做的绝对不是经过的竞赛。如果你要经过的竞赛，我们处处都要靠美国的卑躬屈膝的，每一次美国讲什么我们就做什么。那你现在把这种抗中保台的议题花到淋漓尽致，甚至于也把它包在这些罢免的大罢免这些，所以我认为其为不可。我们现在台湾要做的很简单，整体战略的思考逻辑到底是什么？你是要靠美国，或者我要临近亚洲地区去捍卫？第二，区域协防计划在哪里？这2个非常重要，所以我是觉得啦哈，美中台的关系，台湾要不要重新检讨？这个就要看赖政府，不要一味反中而反中，到最后是会坏待台湾的。休息一下再回来。